那我们先坐吧。好，我们先坐。哎，好尴尬呀。我以为你要带我去一个比较秘密的空间。比较秘密的空间是这里，对，这是个唱歌的地方。唱歌的地方，不是我们常常讲说，制作单位常常就要我们，坐下来访问啊，什么东西的，我就觉得，访问其实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。我也这样觉得，你也这样觉得是不是？只要他们问我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，然后他们就说，让我猜想一下跟张姐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见面比较不尴尬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张姐也是歌手，我也是歌手，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唱歌的环境？然后结果他们就搬了一个移动的小 KTV 过来，我会发现把这个气氛弄得更尴尬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不尴尬。好尴尬。好，好。因为我觉得去 KTV 我感觉有一种加班的感觉。我有一次呢，被人家在 KTV 唱了5次《爱的代价》，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去唱 K。你不会被人家这样要求吗？我会，就让我一直唱大鱼。那现在不能讲，我们就只好出去讲。对，我们就出去吧。好，我们聊天。没想到吧？果然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东西。你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你平常不紧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话比较多一点吧。那我现在话已经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差不多已经好很多了。是吗？因为我以为您是一个会非常严肃的一个老师。哦，是吗？对，因为张姐您对我来说是一个传说中、传奇中的人物，所以我会很害怕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宅，然后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爱好的一个人，我可能就只喜欢唱歌，和偶尔就在家宅在家里看一些动画或者看电影。啊，你喜欢动画？我年轻的时候以前做那个卡通人物的声音。对对对，我觉得那是好玩的。我也是很喜欢听声音的变化。哦，对，那我想问一下张姐，就是您听过杀猪音吗？就杀猪的声音？没有。那我就模仿一个杀猪的声音给您听。好。就是是不是这种声音？我没想到您居然会模仿杀猪的声音。啊，你和我心中想的女神的样子不一样哎，就是会觉得你的人生有意义吗？我以为会是这样的。哇，你喜爱你的事业，必然会在那个里面找到乐趣。对，你现在经历过这么多的表演啊，还有经历过这么多事儿，应该没什么好恐惧的了啊。不会，我还是很恐惧。但我知道张姐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什么都不害怕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才怪哦，是吗？你觉得哪一个表演者会不会呢？你以为李宗盛或者是，奶茶他们走出来之前都会紧张吗？那个心跳不会加速吗？都会啊，我以为只有我会。当然了。哦，所以那个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了。对，我一直在看你的牙齿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曾经训练过牙医。对，因为我之前第一个大学专业是牙医。一般人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牙齿？老师，我就读了大一，我还没有到专业课。不行，大一你一定也知道一点吧？用牙线。老师放过我吧，我真的读过牙医，我真的只是忘记了，我也用不上来。没有，不过你专心的地方不在那儿嘛。一直很想问你的问题就是，你在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说，我就是要变成这个样子？哇塞，说实话，我现在还在找寻当中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会比一些就是比歌手们会多一条路，就是要先让大家去接纳，就像我这样的身体发出这样的声音的这样一个状态。我相信你小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声音，一定很多同学们笑你，超多。有的时候在小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，没想到到了大了以后，是变成你成功的因素。对，发现是被大家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真的是没有想到。对啊，所以多好啊！我其实觉得我会有一点点，迷茫。对，就是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歌手？然后后面就发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，其实是想用歌声去接近大家。但其实我擅长的风格是离人很远的，对，所以我就其实有一点像是在挑战这个方向。
我相信一定还是应该会找得到的。希望可以成功。就好好的，我想到就是好好的利用你自己有的天分。哎呦，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？哦，那带我去哪里？你不要问嘛，我带你去嘛。啊，走，不要怕，你的经理人我来搞定。走。突然被带走了，去玩去，一切都很未知哎。小的时候往往都是很难去接受自己的不一样的。就小的时候，我们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变得跟大家一样。就像尤其是我变声期，男生变声期的时候，大家声音都越来越只有我还在嗨。那个时候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我的声音跟大家不一样？对，但到了后面才发现，原来自己的不一样是那么的珍贵。对，我们可以找一点没有被逼疯的人呢。看一下。对。哦，这有个打印的。对。一个有容貌焦虑的巨蟹座女生，听起来像我。我是巨蟹座。这是您吗？不过没什么。每逢有这种角色出现时，我都会陷入苦恼。到底古时的美女标准是什么呢？凌波姐唱出那句“你那樱桃小嘴”，全场笑翻了，但也笑伤了我的自尊心。这个人怎么越读越有点熟悉啊？在疗伤的过程当中，我学会了独处。我窝在那巨蟹座的硬壳里重建自信。我拒绝自恋，虽然我认为那是很多演员必须有的一个经历。天哪，我才不要变成一辈子躲在这个巨蟹壳里呢！千万不要期望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，千万不要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最完美的人。哦，我觉得最后这2句实在是太有用了，因为就是没有这样的人。而且也不可能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变成这样的。可是你还是会担心哦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，而且我以前没有像现在话这么多，现在说有点太多。以前就是很多时候会自己心里去嘀咕，我如果不做，会不会让他不开心？会不会如果这样做，会不会让他更开心一点点？或是我这样做这个选择，会不会让大家相处得更融洽一点？就是我一直觉得，好像。希望全世界可以照，也不叫希望大家喜欢我，就可以照顾到大家。到后面发现根本就不可能，你这样只会把自己逼疯。可是我刚刚看到，就是你一路上来，你有跟这些歌迷啊他们的这个交流，我觉得你是会有一大半的情绪是因为你很高兴，然后你觉得你很珍惜，他们很喜欢你，对啊。可是有一部分也是觉得说，哎，我必须要这样子，因为不这样的话，他们会觉得很失望。对，我会觉得就是你要让他们高兴，回应，就是我感受到他们的喜欢给我的力量，我也想告诉他们，我也是很谢谢他们，因为我能够站在就越来越大的舞台上唱歌，觉得是有他们很大的一部分。我觉得我是幸运加上努力到这一步的。哦，还有这个，在成都街头卖画的画家大梦。能听到吗？先介绍一下自己，就是我叫大梦，就是做梦的梦。然后呢，其实我受伤之前是一个建筑工程师，给我定义说是画家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画家，我就是一个画画的。后来因为一场，其实就是个意外嘛。然后我以前可以跑啊，可以打篮球啊，可以扣篮啊。然后现在我坐在轮椅上，其实就没有别的，没有太多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这篇日记也很简单，就是真的刚才听了大家的。我觉得我这个就是小学3年级的水平。没事，有我垫底。没有你，我刚才以为你那能垫底，后来发现我。你很没有礼貌。后来我一听完你后面呢，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就是，这我先说一下，这篇日记是我就是摇着轮椅去北极追极光的时候在路上写的，当时就是。挪威的首都从奥斯陆到贝尔根，它有一段火车，必须坐火车6个小时。而且听说你们刚去的时候一直都没有看到。对。一直等了很久。我们一共是18天。对。然后最后就是最后一天才看到，然后终于也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。其实一会儿我说吧，因为那个心愿就不只是看到极光那么简单。是。好，先分享一下我现在这边小学3年级的。垫底，你最好能够帮我垫个底啊！对，我帮你垫底。2017年2月20日，窗外的风景像迪士尼动画《疯狂动物城》，感觉自己置身于动画场景中，
短短6个小时的旅程，似乎经历了春夏秋冬1年4季。加油，大梦！列车穿过座座雪山，在高海拔的时候，雪大到看不清窗外，只有白色；而在低海拔的地方，冰雪融化形成了瀑布，阳光照下来出现彩虹，草木是黄色的，再过一会儿，又是一整片绿色草地。我开始不停地拍照，想要把这一切的美景都记录下来，拿回去给我的爸妈还有他看。后来发现用手机根本没办法记下眼前的美，也只能记在心里。记在心里也挺好，有时候太想到达终点，却往往容易忽略沿途的风景。我应该可以看到极光吧？其实不重要的，就这一篇日记。写得好好。对，是小学水平吧？你看，就描述景色，特别我还是好垫底吧？我垫底。我垫底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和我现在的妻子，就是我叫她雪师傅，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才认识1个多月，然后但那个时候我就想在极光下和她求婚。好像雪师傅他说他早就知道我要跟他求婚了，因为被知道，因为我每一天他早预感到了，因为我每一天我跟你说，我说你不要睡，因为一般极光都是在8、9点钟的时候出现嘛，就那个时候他就是凌晨了，我说你不要睡，然后后来就出现极光了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视频，这个感觉就在视频下我们是满天极光，然后感觉应该是很浪漫一件事情。但实际上就不浪漫吗？其实实际上就现场情况就有点恐怖，全绿色的，他们都用那个灯照着自己脸，从底下往上照的。对，而且大家还一起唱了一首《人在旅途》，还一点不浪漫那个歌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欢迎那个雪师傅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定对你很好奇，是不是？你真的知道他要求婚吗？知道啊，怎么知道的？对啊，其实我觉得每个女孩子被求婚的时候，直觉有直觉预感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明白。那你有没有直觉他会答应你呢？我觉得不用直觉，因为他追求我，他对我表示。因为就是我是受伤之后我就画画，他是买我的画。没有，其实大家好像听大萌现在讲他的故事，好像很轻描淡写，好像这个事情就是当初就是个意外嘛，就是说，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只是命运的某一些安排的时候，你用了一个很正面的方式去面对它的时候，对，你的路突然间可能开了另外一条路出现了。真的是这样的。我妈妈就有一次跟我说。哎呀，你摔了，你要不摔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。我说我妈能这样说，我说妈你不能这样说。就我说你这真的是。其实我真的是经常把这些都忽略掉的，因为受伤坐在轮椅上了，就是可能有点很惨啊或者怎么的，就励志啊。其实我不喜欢励志这个词，我觉得励志的词就没有温度的。其实我都跟大家都一样啊，我只是说。因为一个意外，我可能是先把自己丢掉了吧，我就把自己找回来呗。然后，那我现在很开心，就是我真的感觉我已经找回来了。哇哦！老板，来碗面。这方面吗？我要酸菜面。好像在每个城市长大，会遇到的青春，会经历过的，都可能会影响到你成长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。可是又是那么的好玩。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那么的感人、珍贵，有爱，有迷失，有后悔，有遗憾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样的。谢谢。
那你有学会唱乌克兰的歌吗？哦，那肯定。唱2句好了。好啊，哎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叹气。没想到我等了28年的变声期，在见张姐的第一天变声了。尝试恢复一下，现在意识到之前声音的重要性了。哎呀，对，对不起，算了，好了。Лети журавочка старя, над нею дивні хмари, нема у неї журавля, нема у мене пари. О, зоре, нехай сяй світи, на серці в мене туга. Лети, журавочка, лети, за себе і за друга.